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WC Channel。提醒事项的功能很强大，在官方的提醒事项里头有一个隐藏功能，这个隐藏功能使用上事实上有一点限制。那本频道根据这个隐藏功能启发了这个影片的内容。这个影片将会分成2大部分，首先第一部分来介绍基本的提醒事项操作，第二部分将会根据这个隐藏功能的使用方法来做说明，介绍了如何使用衍生版的隐藏功能。你有看过这样子的提醒事项吗？它非常系统化的去整理不同的主题内容，可以快速的管理调整你的排序。点选下去之后还有细节的内容，再点选下去还有相对应的子任务。像这样的隐藏功能是如何使用的呢？影片的第二部分会详细的说明，同时这一集所有的内容也会分享在本频道的网站上面，叫做 cwcchannel.com， 也欢迎你来参观。影片第一部分基本操作现在开始。首先开启提醒事项，如果你在某一个列表里头的话，请点选上方的列表上一页，这里是提醒事项的主画面，大致上会有5个区块。首先最上方是搜寻，你可以搜寻你所有的提醒事项。接下来第2个区块是盯选，如果你有重要的列表，你都可以盯选起来。第3个是我的列表，所有新增的列表通通会在这边。第4个是标签，如果你新增的标签区块就会出现在这边。最后一个是新增提醒以及新增列表，列表主要是一个大的分类，你可以有工作的列表、旅游列表、生活列表等等，在列表里头有不同的提醒事项，请点选右下方的新增列表。所以这里我就要来建立最大的分类旅游列表。接下来你可以选择颜色，选择图示，好了之后点选完成按钮，这样子你就会新增一个列表，也就是一个新的大分类，所有的列表都会汇整在这个区块里头。如果这个列表很重要，你可以盯选，按住不放，点选盯选，它就会来到了盯选的选项。所以这里头我都可以新增提醒事项到这个大分类的列表里面。接下来我来新增提醒事项，我点选旅游列表，左下方就有提醒事项，或者是在刚才的主画面左下方也有新增提醒事项。如果你是在主画面新增的话，那你就要选择你要新增到哪一个分类列表里头，譬如说旅游，点选标题，这里我选择订饭店，有任何附注也可以加在详细资讯，可以设定时间、日期、标签，标签可以让你透过标签的方式来快速的搜寻到这一个提醒事项。例如我这个标签我就新增成旅游，好了之后按下完成，那这个就有个标签叫做旅游。我可以选择多个标签，那它的好处就是当我搜寻这些标签的关键字通通都会列出来，我搜寻生活、搜寻旅游，这个提醒事项都会被搜寻出来。要不要加入位置，要不要在传讯息的时候来提醒，要不要加入旗标，重要性高或低可以选择，这些如果不要做的话都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加入照片、影片以及网址。好了之后点选加入即可，那这样子旅游列表里头就多出了一个新的提醒事项。如果提醒事项里头你有设定日期或时间，那它就会通知你。那在通知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提前通知，或者是你可以制定特定的时间来通知。你要不要重复的通知？那这样子就已经设定完成。那如果今天你不想要盯选的话，你可以按住不放，取消盯选，它就会跳回到我的列表的区块。那这个列表如果你跟别人有共用的话，譬如说这个旅游我跟别人有一起来规划，点选共享列表，这里你就可以选择你邀请的对象。那如果你有不要的列表，你可以往左一滑删除，你也可以点选资讯的按钮来编辑，往右一滑你也可以快速的盯选，所有的标签都会整理在这个区块。我刚才新增的旅游就出现在这边，如果我选择标签点选旅游，我刚才订饭店的就会出现在这里。所以标签可以让你快速的搜寻到你刚才所标签的提醒事项。好，最后就是右上方的3个小点点，点选下去你可以编辑列表，有些列表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删除掉，你可以重新的整理排序，
譬如说我这个 CWC 想要移到最上方，旅游列表来到了第2个，好了之后按下完成即可，那这里就会重新的排列。这里有一个隐藏功能，是你的列表可以建立群组。举例来说，我的旅游列表跟 Buy 这个列表它们是有相关的，在旅游的时候我想要买一些东西的清单通通在一起，这时候我可以把这2个列表变成同一个群组。使用的方式，第一个，请不要盯选，例如我在旅游这边取消盯选，让它跳回我的列表。接下来点选右上方3个小点点，编辑列表，左下方就出现了加入群组，点选群组的名称，我新增了一个出国之旅的群组，里头包含我就可以选择我的列表，譬如说我刚才所说的旅游列表以及购买清单，这2个是一起的。我现在新增完之后，点选右上方的制作，这样子我的列表就出现了一个群组，按下完成，这里就出现了出国之旅，你点选下去就会有2个列表在里面。那这个用法呢，有一个限制，就是它没办法盯选。如果你建立了群组之后按住不放，你是没办法把它加入到盯选里头。那如果你开启了群组，这个旅游列表我想要盯选的话，你可以按住不放，点选盯选，它会跳出来，同时它会跳出出国之旅的这个群组里头。所以请注意这个限制，如果你本身有多个账号的话，你在右下方新增列表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你要加入哪一个账号。那如果你只使用 iCloud 的话呢，就会只有单一的账号，你就不会有选择的账号可以使用，这要补充说明。那最后就是样板的储存，如果你在设计某一个旅游列表之后，你这个旅游列表希望能够在以后的其他的旅游上面可以重复的使用，那你就可以来储存样板。假设说我这个旅游列表里头有很多的分类，那现在呢，我就可以点选右上方储存为样板，那这一个就可以储存起来，叫做旅游列表储存。储存完之后，以后如果我有新的旅游，我要有同样的列表的呈现方式，我就可以来点选右上方的按钮，点选样板，我就可以选择这个旅游列表，我可以更改名称，然后呢点选制作。那这个日本之旅就是根据我的旅游列表所设计的方式所建立而成，所以现在日本之旅就有订饭店，还有如果我还有其他的选项的话，通通都会储存在这个样板里头。好，这个就是所有的基本操作的介绍，如何新增列表，如何提醒事项、标签、群组等等的功能。影片第2部分，我来介绍苹果官方的隐藏功能。根据这个隐藏功能，本频道设计出了一个新的提醒事项的使用方法。接下来，影片的第2部分来说明官方的隐藏功能，也就是这个 By 的列表可以自动的分类你所新增的提醒事项。举例来说，我在这边新增一个提醒事项，叫做 Water。当我按下完成之后，它会自动的去分类，并且新增了一个主题，叫做 Beverage 饮料。我现在在输入另外一个 Ice Cream。当我输入 Ice Cream 并且按下完成之后，它会自动的会被分类到哪一类，然后新增，如果没有的话会新增一个新的主题。所以我现在按下完成 Ice Cream， 你看它现在自动的分类到 Ice Cream 里头。那我最后再输入一个 Beef， 当我按下完成，它会自动的被归类到 Meat 这一个类别里。所以这种自动新增项目然后归类的方法就是官方的隐藏功能。不过要使用这个隐藏功能是有限制的，你可以发现我这里全部使用英文，没错，这个功能只限定英文来使用，如果使用中文会无法分类。例如我这里输入鱼肉，当我输入完之后，它并没有自动分类，我只能打上 fish， 这样子它才会自动分类到 seafood。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限制，你必须要先把语言转换成英文，来到了设定一般，往下语言与地区，你必须要转换成英文，这个隐藏的功能才会出现。转换完成之后，开启提醒事项。接下来来新增一个列表，列表的类型点选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Groceries， 点选下去，它就是刚才我所使用的食物分类的功能，所以我打上 Food， 完成。那这里就是隐藏功能，它会自动的去分类你所使用的内容。
所以现在我随便的输入，这里我就输入 croissant。当我输入可颂之后呢，它就会被归类到面包类。所以这就是隐藏功能。这个隐藏功能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能够自动的产生分类主题，然后再分类主题再分成细项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个只有英文版有支援。那如何使用中文版呢？这里就是我所要分享给大家的，使用的是一样的概念，虽然无法自动的归类，但是非常的系统化，不需要变换成英文、中文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现在把语言变换回来。好，语言我把它调整回来到中文，一般的情况下中文就可以使用了。这个是我已经设计好，并且我已经使用一段时间，感觉很不错的一个设计的列表。这里的列表列出了个人在生活上面的各个不同的主题，像是本频道的分类主题，这里头我有我准备要做的影片，还有 CWC 的网页。另外我现在还有在做系统的开发，我的工作，我的投资内容，包括了现金流以及支出的试算表。我目前在做的研究以及其他的事项，通通都汇整起来，分门别类的一层一层的显示下去。例如说像是在 Channel 这边，我有要做的影片，在影片里头我还有子项目。所以这样子3层的关系，让我能够一步一步的很系统化的整理起来，让我知道每一个主题项目里头我要做的哪些事情。同时如果我做好提醒的话，它还会根据时间来提醒我。好，那这个的功能到底是怎么使用的？首先第一个，你必须要新增一个列表，譬如我在这边新增一个列表叫做日本之旅。接下来在下面可以选择颜色以及图示。好了之后按下完成即可。这个日本之旅是新的列表，所以它会出现在我的列表。我想要整理在我的丁选里头，按住不放，丁选，我把另外一个把它删除掉，避免混淆。好，这个日本之旅，现在我点选打开，没有提醒事项，我现在来新增各个不同的类别主题。举例来说，我到日本，我必须要知道饭店。当我加完了之后，现在重点来了，按住不放，新增包含所选项目的段落，点选下去，那这里就会出现段落标题，输入段落标题，输入完之后，它就会是一个新的主题了。所以在饭店里头就有一些提醒事项，根据这样的方法，我可以来设计出不同的段落。我再来示范一次，点选提醒事项，加入新的提醒事项。我新增一个机票，当我新增一个提醒事项机票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就出现了段落，我就可以直接的新增段落，或者是我可以按住不放，点选段落，它这里可以选择已有的段落，或者是新增包含所选的段落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新增，那这样子也是可以。那这里我就选择机票，完成。我现在就有2大主题类别。再来新增景点，我现在新增的景点一样的，我出现了段落，我就来新增景点，完成。再来新增美食，美食。最后一个交通，交通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先示范到这里。我透过了这种新增的方式，新增了5个段落不同的分类。那现在饭店里头，我就可以来修改。好，这边我就新增了3个提醒事项，包括了订饭店、饭店资讯以及3天2夜。那现在在饭店里头就有3个子项目。那机票，如果你有任何提醒事项，也可以加入。接下来在景点，我来做子任务的示范。好，现在在景点这边，我就加入了3个浅草寺、新宿，还有 Skytree 东。好，那现在景点呢有3个。那假设在浅草寺这边，我还有其他的子景点想要去参加，那你这里面就可以再加入新的提醒事项，雷门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浅草寺里头有雷门，所以雷门是它的子项目。像这种子项目的话，你可以完成之后往右一滑，就会出现了缩排。点选缩排，它就会自动的被归类到这一个子项目里头。所以现在这个浅草寺的提醒事项里头有一个子项目，所以我可以继续新增。好，这里我就新增一个人形烧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浅草寺这里就有2个子景点，我想要去参加。这里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按住不放之后，来拖拉的方式移动。好，假设这边我有个逛商店街，
它是属于浅草寺里头的一个景点行程，你就用拖拉的方式把它移到这里头，丢进来，它就会自动的归类。那现在我的这个浅草寺景点就有3个子任务，所以用同样的方法，你就可以设计出像这一种有系统的分类。所以当你去一个地方旅行了之后，你就很系统的知道说，这里有饭店，这里的机票的资讯、景点、美食、交通，通通归纳好好的。那这个功能呢，你还可以去把它变得美化一点。只要你加入表情符号之后，它就会变得很美观。譬如说在饭店，点选表情符号，这个饭店的表情符号，它就变成比较美观一点的这个标题。好，那这样子加入了表情符号之后，就变得更加的美观。那在每一个提醒事项里头，其实还可以加入更多的资讯。例如说，在交通，我这里有机场到饭店，它这里有附注，我可以加附注，我要坐哪一班的捷运会比较快。那在这边呢，你如果点选这个资讯的话，你可以加入网页的内容，还可以另外加入影像，提供更多的资讯。这里分享一个小小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把地图也插入进来。好，譬如在这边是东京的 Skytree 晴空塔，然后在这边我可以在下方来点选分享，我就可以来复制连结。当复制完之后，回到这边，我的景点里头有一个是晴空塔，那我就可以在这个 URL 这边把它贴上，完成。那这个好处就是，当我点选下去之后，它就会自动的开启那一个地点。另外呢，我现在呢想要知道，如果从成田机场到这个晴空塔，我应该要做哪一班资讯？那我现在就可以来搜寻完之后，在右下方这边有分享的按钮，点选分享，拷贝。我拷贝下来之后，我现在到我的交通。机场到饭店，假设饭店在晴空塔附近，同样的，我把它存到 URL 或者是附注也是可以，按下贴上，点选完成。那这个好处就是，当我一到了机场，我想要来查询现在的我的捷运的状况，我点选下去，它就自动的去搜寻出来刚才我所储存的这个路线，所以这样子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你所想要找的资讯。那美食景点你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，储存它的 URL 连结贴上去，你就可以快速的跳到你想要找的地方。那机票也是如此，你只要把它贴到这里之后，通通都可以来整理出来，这样子一个完整的有系统的一个列表功能。那最后再分享一个小秘技，就是这一个列表的功能，当你完成了之后，你可以重复的使用。那下一次如果假设我是去美国之旅的话，那这个样板也是同样可以使用，我必须要知道饭店、景点、美食、交通等等。那我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一个列表按下右上方的3个小点点，储存为样板。那这个样板呢，我把它改名成旅行样板。那透过这样的样板，我把它储存起来，以后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譬如我到了美国，我想要来一个美国之旅，我可以直接点选新增列表，右上方这边有样板，我就选择刚才的旅行样板，这一次我改成美国之旅，按下完成之后，我这里就有美国之旅了，按住不放到丁选，所以这有日本，这有美国，我点选下去，你会发现它把所有的内容通通都储存起来了，我就可以直接的在里头做修改，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你可以建立起不同的列表，个人的列表、旅游的列表、工作的列表、专案的列表、学习的列表等等。影片的最后，我分享2个捷径。影片的资讯区，你会找到这个影片的这个网页连结，点选下去，你就可以下载这2个捷径。这2个捷径的好处就是，它可以来加入以及开启。例如说，我这里点选加入，它就可以来加入提醒事项。譬如这里我说买纪念品，按下完成，它会储存下来，然后它会直接的加入到我的列表里头。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抓住不放之后，把它丢到属于哪一类的列表里。那这个功能你必须要先做一些调整。
请打开捷径，点选新增提醒的这个下载的捷径，在这个文字里头，请更改成你的列表名称。举例来说，我这边的列表名称是 CWC， 所以我就打 CWC。如果你的列表名称是日本之旅，在这边呢，文字里头请打上日本之旅，它会根据你所打的文字而分类到特定的列表里面，请做好修改，才可以跳到那一个列表。这是第一个分享的。第二个分享是它可以快速的开启提醒事项，点选下去，它就打开了你的提醒事项的列表。如果你想要这种快速开启的功能，你下载完这个捷径之后，点选3个小点点，在上方这边点选，它会列出你目前所有在提醒事项里头的列表。举例来说，我这里改成日本之旅，那我现在如果执行下去的话，它就会开启了日本之旅的列表。所以这2个捷径请自行的设定，那分享给您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好，这个影片就介绍到此为止，所有的内容、隐藏资讯、功能都非常的实用。如果你想要学更多的 iPhone 相关秘技，别忘了锁定本频道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